今日又多谢肃国公替我解围了。这对你来说，不算什么围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至少我看出来了，李仲南是有备而来的。既然如此，有件事，我要提前告知你。凤青松，你这颗籽儿，我还没打算拿给对面吃。那肃国公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要把我的谢礼奉上了。最近被困家中，你让我缝补的手帕，我缝好了。你的绣工很好。我的绣工远不及这帕子上的旧工。起初我甚至不敢下针，怕损了逝者之意。你了解过我的身世？肃国公的父亲萧将军是我朝名将，他一生戎马，举世皆知。于夫人与他伉俪情深，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女子。那你的父亲呢？我如何？江相国，江相国自然是殚精竭虑，爱民如子。我有话与小女嘱咐。父亲，受苦了。女儿以为父亲不会原谅我了。你始终是我的女儿。你的想法，你祖母都跟我说了。一会儿不要怕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为父会为你做主。谢父亲。圣上驾到！臣恭请圣安。众卿平身，谢圣恩。怀乡县令薛怀远贪墨一案，本由州府审定结案，交卷宗于刑部，归案封档。现因怀乡百姓联合治案，为其申冤，陛下体恤百姓之情，敕刑部差案发还大理寺，由大理寺卿主理，会同刑部二部共审。今日庭议，由陛下亲督。周卿，开始吧。臣遵旨。传江二娘子。传江二娘子。传江二娘子。臣女江离参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江二娘子，你带怀乡百姓进京，可是为了怀乡县令薛怀远贪墨案而来？回大理寺卿，半年前，怀乡县令薛怀远被其县衙官差冯玉堂出手，贪墨腐淫，经刑部审定后判了斩刑，入狱待斩。臣女游历怀乡访友，偶然得知其中另有蹊跷。据本官所了解，你们是在薛怀远即将被问斩的头一天，闯入怀乡县衙，强行带走人犯。此事你可认？我认。那你可知擅闯县衙劫囚，乃大罪？知道。此举确为下策。可若不如此，薛怀远之冤屈，怀乡之苦，将永不见天日。我所犯之罪，我会承担，但臣女恳请陛下和诸公，在判我罪之前，为薛县令沉冤昭雪。
当初刑部是由何人审理薛怀远一案？由下官审理。下官记得，当年这个案子的卷宗并不复杂。薛怀远的宅中超出赃银10箱，共5000两，并一本私账，加上由其县衙官差冯玉堂的证词，可谓是人证物证双全，并无江二娘子所说的蹊跷之处。江二娘子亲自走了怀乡一趟，看来是翻出了不为人知的内情，既是为罪臣翻案。今日御前，请江二娘子呈出新证，与我等公断。我并无新证。好放肆！既然没有新的证据，还敢蛊惑百姓，不愿千里来京城鸡登文谷，要挟陛下重审。江二娘子，你简直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我女儿话都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既然我呈不出新证，那我换一个请求。陛下，臣女长途跋涉，带怀乡百姓来长安敲登文谷，并非为薛怀远脱罪，而是请求陛下为其定罪。肃静！定罪？何为定罪？众所周知，怀乡县令薛怀远贪污赈灾银两，证据确凿，是朝廷的蛀虫。而陛下崇尚清廉，一个小小的怀乡县令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，判其下狱斩首，何以平民愤？臣女认为，应当判其千刀万剐之刑。之前不是说翻案的吗？这事拿不出新证，只能提前认输了。怀乡县令薛怀远，官职虽小，却也是我大燕一方的堂堂父母官。他在怀乡为官10年，唯独去年被查出贪墨，罪证不过5000两，10年，5000两，这个数不对吧？有何不对？这10年间，他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，还是说他贪得一丝痕迹都不露？还是他勾结歹人，私运赃银，最后剩下的5000两不过是个零头？那更多的赃款去了何处？当年刑部没有查，卷宗里也没有记，许是他又做了贩卖军马之用，如此又有了通敌叛国之嫌，大理寺卿不究而杀，细想之下，不后怕吗？自然纠察，但重查此案卷宗，无新证可论，该当如何？正因如此，臣女才会带怀乡百姓进京。臣女请换人证。准。传人证。跪！关于县令薛怀远贪墨一案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？陛下，草民并不知道薛县令贪墨一案，草民只知道……抬起头说话。草民只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薛县令，我们母女俩只能被人欺辱，无处安身了。草民的丈夫死后，草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在我们最难的时候，薛县令他甚至用自己的俸禄补贴我们。何军，帮着收拾一下，要有人敢来欺负他的话，就按律惩治。是。平安，快去谢谢薛县令，快！啊，谢谢薛伯伯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啊，若不是薛县令资助我，草民可能到现在还大字不识。当初草民家穷，上不起学，是薛县令慷慨解囊给了盘费，让草民重新回到学堂，考上了秀才。谷大，给他钱念书，钱从我俸禄里拿。是。娘，儿啊，我又可以读书了。是，太好了。哎，他们说，草民卖的猪肉吃了会死人。如果没有薛县令，草民的祖产早就被恶霸抢了去了。住手！我还想给薛县令银子，他也没要。
陛下，求你好好查查，薛县令绝不可能做那贪墨之事呀！薛县令是好人。对，薛县令是好人，是好人，薛县令真的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，不会做那种事的。是啊，凭一张嘴，若是有心收买，让这些人替贪官说些好话，也不是难事吧？周公，可要小心分辨。刑部侍郎提醒的是，贪污之人如何会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？这群人定是被人收买，满口胡言，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跪！是薛县令给我家门口修的路。那年发洪水，是薛县令3天没有回家，是薛县令掏钱给我看的病。薛县令的大恩大德，薛县令的恩情，没有薛县令，求陛下明察呀！求陛下明察！这桩桩件件听起来甚是感人呐。这倒让我想起了3年前青州府尹贪墨案。那府尹当时贪墨数额巨大，但也用了一小部分为百姓做事。当年查抄他家时，也有无数百姓，就像刚才那群百姓一样，为其跪地请愿。大理寺卿亲自操办的案子，不会忘了吧？历历在目。李相国所言极是，一小部分用于百姓，一大部分用于置田买地，是吧？我大燕州府确有这样的贪官，冯玉堂就是其中一个。冯玉堂任怀乡县令半年，也为自己置了一副家私，家人们穿金戴银，轰轰烈烈，好不热闹。薛怀远在怀乡任职10年，家产应该比他多吧？半年前薛怀远下狱，家产没入官府，臣女请求御史大夫公布查抄所得薛家家产和冯家家产，让诸位看一看，比起冯玉堂，薛怀远是何等丑恶。请御史大夫惩处2家家产。原怀乡县令薛怀远在任期间，并无私宅，亦无田产，加之宅中所查赃银，共查抄其家产总计5000两。现怀乡县令冯玉堂在职期间，有房屋40余间，所有耕地之多尚未理清。经查，房屋田产及其存银共计20余万两。这么多，就有20余万两。好复杂的20余万两，好干净的5000两。这么算来，薛县令在怀乡一片瓦都没有给自己留，独独贪了5000两白银，还都完完整整的兑成了银子，装好箱子，放在自己的宅中，等着刑部来收。贪官做成这样，也算是楷模了吧？巧言令色，无论贪多少，也不论是怎么贪的，他总是贪了。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陛下，我们都是薛县令在任期间怀乡的官差。薛县令在怀乡待了整整10年，没有任何贪污行为。他被冤入狱后，我们这些知情者全被关到了矿山。陛下，我们愿以生命作保。以上所说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等愿以生命作保。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。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
不管如何，薛怀远贪墨一事是事实，就如江二娘子所说，让薛怀远行千刀万剐之刑。慢，江离，你继续说。怀乡县令薛怀远有罪，罪在上任10载，除了贪污赈灾银两之外，淡泊寡欲，沉心如水，洗手奉职，清风俊洁。世上难有这样的贪官，所以他在任期间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筹谋和歹行。在任期间，他的钱去了何处？兴水利，建阡陌，收民心。他这是要把京城锦衣玉食、坐拥良田1000万亩的闲官们置于无地自容之境。他这是无耻，是狂妄。薛怀远之罪，的确罪无可赦。臣女恳求陛下，治薛怀远千刀万剐之刑。如此说来，薛怀远并无罪过，反倒有功。臣女再恳请，待怀乡县令薛怀远上殿。薛怀远也是人证，臣女想请陛下看看薛县令如今的模样。准。传薛怀远。哎呀！陛下，此人就是怀乡县令薛怀远，因其被冯玉堂关进地牢，受尽百般折磨，如今已神志不清，形同小儿。可怜一代清明忠臣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。此事一旦传出去，这天下又会有多少清官忠臣寒心？又会有多少人愿忠心耿耿，效忠陛下？大胆江离，竟敢质疑陛下！江二娘子的说法倒是和我不谋而合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江二娘子所言虽然出格，但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。不然我朝忠臣尽弃，任用奸臣，岂不国将不国？肃国公说的不错，朕并非听不得真话之人。江亲，你这个女儿养得很好。如此清廉爱民之人，竟被诬告成罪臣入狱，如今落得这样凄惨，这是朕之过，亦是大燕的损失。是臣等之罪。平身。魏乾，你错判冤案，你可知罪？臣罪该万死。朕竟不知天子之下，竟有冯玉堂这等人陷害忠良，猖狂至极。周德昭，朕命你重查薛怀远贪墨案，凡是参与陷害薛怀远者，严惩不贷。臣遵旨。江离，你有勇有谋，再次让朕刮目相看。谢陛下。平身。这薛怀远一案的内情已经查清，江二娘子劫囚一案，周公一并议了吧？陛下，臣的女儿确实行为无状，但刚才听完薛怀远一案的实情之后，臣实不忍吃他当日之举。良臣枉死，不是良臣一人之难，而是一朝臣心之难。臣的女儿虽然犯下大错，但她却救了臣也救不了的良臣。今日在大殿之上，臣也惭愧。我等惭愧，我等惭愧，我等惭愧啊！我等惭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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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周德昭，你怎么说？回陛下，既然薛怀远一案确有冤情，那薛怀远也就不是罪囚，所以江二娘子劫囚一案也就并无实证。合情合理。江离，朕赦你无罪，今日即可在大理寺销案归家。谢陛下隆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薛怀远可有子女家眷？朕要后服。薛怀远育有一子一女，据我所知，其子薛昭已于去年在京被匪寇所杀，其女薛芳菲正是沈学士的亡妻。臣当初得知丈人贪墨，万分错愕，如今知晓，竟是被奸人所害。回想起来，痛心疾首。岳父，岳父，您受委屈了。叶师姐，薛县令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薛县令，没事，没事了。沈学士见谅，你同薛县令许久未见，怕是他已经认不得你了。周公，薛县令受到惊吓，不知可否让我先带他回去歇息？下去吧。这个画本是谁写的？挺毒的。此话怎讲？其人贪墨，其女通奸，其子死于非命，一家三口先后遇难，这不像画本里常写的吗？什么画本？栽赃，灭口。栽赃？莫非沈学士亡妻通奸也是被栽赃的？也不一定吧。肃国公向来胆大，他可是什么都敢说呀。肃国公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，查清薛家一家三口的真相，还薛家一个清白，也好让沈学士为之安心。臣领命。精彩。实在是精彩，这么精彩的廷议，陛下怎么不叫我呀？查案并非儿戏，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有要事禀告。这江家二娘子能言善辩，终究是把薛家的案子给翻过来了。可惜陛下为了忠臣被陷害、义愤填膺的同时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被人当驴一样给戏耍了呢？婉宁，切莫妄言。说来也巧，过去曾听说沈学士的夫人乃怀乡第一才女，我便心生好奇，前去一看，果然沈夫人的样貌独特，确是世间少有。所以当我见到江二娘子的时候，着实大吃一惊，因为她和薛芳菲长得一模一样。过去曾听说沈学士的夫人乃怀乡第一才女，我便心生好奇，前去一看，果然沈夫人的样貌独特，确是世间少有。所以当我见到江二娘子的时候，着实大吃一惊，因为她和薛芳菲长得一模一样。陛下，你可曾听说有两个非亲非故的人，却长得一模一样呢？这世间竟然有一家三口同时被灭门的巧合，
那两个长得一样，也不算巧合吧？我只是可怜那个在真女堂住了10年的江二娘子，好不容易修行结束要回江家了，却遭某人残忍杀害。就连江二娘子的亲生父亲钟书令，恐怕也被蒙在鼓里了吧？长公主殿下，此话何意？请明示。为什么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真女堂待了10年，无人教授，却能胜出京城名门贵族子弟，在岁试上一举夺魁？世间命苦之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江二娘子不惜一切代价，排除万难，要去救那薛怀远？这桩桩件件，唯一的解释，你根本不是江离，你是薛芳菲。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对，欺君之罪啊！这可是大罪呀！长公主殿下，若我是你口中所说的薛芳菲，那跟随我进京告御状的怀乡百姓怎会不知情？薛芳菲在怀乡长大，怀乡百姓自然不会认错。长公主可以派人去问一问，看看我究竟是薛芳菲还是江离。能跟你进京一起告御状的人，自然都是提前串供好的。若是你不介意严刑逼问，我觉得倒是可以一试。敢进京告御状的，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之人。长公主如今还要他们再受磨难吗？大家都看看，他还是护着怀乡的人。陛下，臣女和怀乡百姓费尽千辛万苦，才让一个好官免受冤屈。臣女不知我的长相如何得罪了长公主，她竟要如此咄咄逼人，拿一个已逝之人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江二娘子反咬一口的本事，可真厉害呀！只是我对你的死活不感兴趣，我只是为钟书令叶员外，还有那些被你耍得团团转的人鸣不平。尤其是陛下，免去良臣之心如此之诚，令人动容。可惜到头来，不过是被人利用了。薛怀远一案，刚才已经查清，臣女所言句句属实。不知道长公主口中所说的利用，是从何处而来？亦或是长公主是从何处听说我是薛芳菲这种荒谬之言？别急啊，等一下就让你见见你的老熟人。大理寺卿，也宣一宣我的证人吧。宣证人。拜见陛下。这位是？这是江二娘子待了10年的真女堂的堂主守贞。虽然守贞与人通奸被陛下严惩，但是这江二娘子的欺君之事也是大事，所以我便从牢里把这守贞堂主给借了出来。这一借，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从中做了手脚，将这位守贞堂主关押到了千里之外的会诊。为了找人，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。不过这事儿也不着急，可以容后再查。现在还是认人最重要。守贞，你可要看好了，此人是不是江离啊？回陛下，此人绝非江离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草民从江离8岁，看着他长到18岁，他就算化成灰，我都认得。他绝不是江离。哼，按你的说法，江离去哪儿了？这恐怕要问问薛家娘子。堂主，你说我不是江离，那真正的江离去了哪儿？
是被你给害死了。好，若是如你所说，是我害死了真正的江离，那我是怎么害死的？他的尸体又在何处？是你下的毒手，你早就毁尸灭迹了。我自然不清楚。当时柳夫人来真女堂见的人可是我，你当时为何不拆穿我？我当时一时糊涂，因为你以力相诱，说等你变成了江家二娘子，就会帮我脱罪，所以我才帮你圆谎。原来这就是你来污蔑我身份的原因啊！什么？我污蔑你？你可真会反咬一口。陛下，这个真女堂堂主德行败坏，曾经与人私通，这样一个人说话自然不可信。如今他定是有人以力相诱，前来污蔑我的身份，从而为其脱罪，请陛下明察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根本就不是。一，你说不出我是怎么杀的江离；二，你说不出真正的江离现在何处，你凭什么来污蔑我的身份？更何况，真女堂管理何等森严，怎么可能一个大活人说换就换？还有，我身边的丫鬟童儿，自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你该不是要说她也是被替换的吧？那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的父亲也知道童儿对我忠心耿耿，弃了在江家伺候的前途，跟着我一起到了真女堂受苦。若我是冒名顶替，他如何会放过我？守贞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不管是谁授意你前来污蔑我，你要记住，无论你今日是否构陷成功，你的下场都不会落好。今日你在御前开口，成了，你是把柄；败了，你依然是把柄，都会折了你。所以你只有早些醒悟，认清对错，那才是回头是岸。薛娘子可真是一张巧嘴，黑的都让你说成白的了。看来今日长公主是不肯相信我说的实话了。其实真女堂除了堂主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可以证明我是真正的江离。什么人？不如传其他人前来一问便知。我手底下的人传信过来，说是在惠城被关押的真女堂堂主被人带了出来。看来今日有人来者不善。多谢苏国公告知。想好如何应对了吗？我手下无人可用，不知苏国公可否帮我找一个人？谁？一个真女堂的真女。告诉我名字，我让陆琪去找。再帮我给她捎一句话。民女叩见陛下。原来是你，你来告诉他们，他根本就不是江离。这次由不得你不去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？他说，以力相诱是最为下毒的手段，所以他不会许诺你什么，但这是你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，为你曾经下的手而赎罪。对不起，我为自己之前所做的种种道歉。对不起，江二娘子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他根本就不是江离。他就是江离，他就是江离。你胡说！他不是江离，他根本就不是江离。他就是江离，他就是怎么了？江二娘子，怎么可以在世上面前胡说八道？我不可以这样。去道歉，你不可以胡说。江二娘子，将二位真女带出去。他就是江离，他不是江离，他不是江离。你不可以欺骗陛下，你不可以，他不是江离。你可真是有手段，让这些人为你说尽了假话。很好，沈学士，你与你的夫人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你总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吧？眼前这位，是不是你日思夜想、同床共枕的沈夫人？婉宁，不要胡闹了。她，是不是你的沈夫人？
是。沈玉茹，你说什么？她怎么可能不是薛芳菲？你撒谎，她分明就是薛芳菲。回殿下，臣的夫人已经身故，这世上就算有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也不会是她。沈玉茹，你瞎了吗？你自己的夫人你都认不出来？还请长公主殿下慎言，莫要在御前失仪。臣不可能认不得自己的夫人。那就开棺验骨。亡妻身故于山中，臣无处为她寻骨，只能替她垒一座衣冠空坟。请问长公主殿下，验什么？谁说我要验薛芳菲的遗骨了？薛芳菲就站在这里，而真正的江离早就被他杀了，埋在青城山上。夫君忘了，梨儿从小在真女堂，也没上过几天学。方正中见比例，平直中又显锋芒。自古百姓给罪臣翻案，就如同以民告官，以下犯上，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世间命苦之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江二娘子不惜一切代价，排除万难，要去救那薛怀远？江相公，你的亲生女儿江离就埋在青城山上，我已经找到那座坟茔了。只要打开坟墓，让仵作拾骨一验，便能知道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父亲，看来今日长公主是不肯放过我了。来人，即刻前往青城山，将那遗骨带回来。既然长公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需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。只因父女一场，因我之事，致父亲为难，江家不宁。女儿实在愧对于父亲。你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我是为江家正清血脉。那就谢长公主，此时此刻如此为江家着想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传仵作上。不必了，我与长公主素来并没有交集，如今长公主如此关心我江家的事，下官受宠若惊啊。只是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，我自己的女儿当然认得清。难道中书令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谁吗？这可是欺君之罪。长公主殿下，我知道我的女儿为了给好官翻案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只是我的女儿殚精竭虑，排除万难，我自然也不能落于其后。若是我连自家人都分辨不清，想必在九泉之下，我也无颜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了。江家的家事不该耗费陛下的时间。既然薛怀远贪墨案已结，那臣就带着小女回家了。江相国，今天这骨我一定要验。够了！陛下，你是天子，你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如此蒙蔽你？你的天威何在？婉宁，朕已经很忍耐你了，再继续下去，你就是大逆不道。今日为好官平反的好心情全被你给搅和了。你今日目无公归，在朝堂上肆无忌惮，你错得离谱。来人，把长公主带回公主府。放手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放手！我是大燕的长公主，你敢动我？带走！赵烨，你敢关我？今天的廷议到此结束。长公主若是不从，便是抗旨。薛芳菲！什么呀？
么？你大胆！从今日起，没有朕的命令，长公主不得踏出公主府半步。今日廷议到此，退场。薛芳菲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随我一同进京的薛县令旧部下们，还有怀乡的百姓们，都在叶世杰的宅中。既然是我把他们带来的，亦该善始善终。我要把他们招待好再送走。我现在要去一趟叶家。出了这么大摊子事，你肯定是要去善后，处理完回来便是。到时候，我们也该好好谈谈了。是，父亲。你记好，你是江家的女儿。小狸猫，你还挺有意思啊。全城百姓都在赞誉你，为冤案昭雪，为百姓伸冤。你不在外面接受赞赏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青城山上有一个坟，坟里所埋之骨，我想请苏国公帮我挖出，重新安葬。里面埋的是谁啊？你为何不自己去呢？苏国公，你这是在审我？你可以这样认为。算了，就当我没有开过这个口。等一下，坟我可以替你去挖，只不过这青城山路远，无聊，我不想一个人去。什么意思？跟我走。你为什么非要带我来？我猜，你会想要来这里告个别。我只想忘了这个地方。既然想要忘了这里，那为什么要移走呢？明知故问。这里面埋的
还有呢？她明明是个身份高贵的女子，她明明是个好娘子，她明明没有弑母杀弟，她明明只想回家。为此，她在青城山等了整整10年，10年。可到头来呢，她也躺在这个地方。办事了，换具尸骨。苏国公，谢谢你，帮我保住了阿离。所以阿离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再惧怕任何一个人。谁欲让岁般重回花蕊，在燃烧热泪浇灌如心扉。谁妄想收回喜怒慈悲。大好啊，谢谢。老板，哎，2个。啊。一代见观终不悔，曾经沧海难为水。浮生悲后是与非，不可追。铁石心间不可摧，却为爱与彻底美。忘却了灵魂昂贵。这个，你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？我觉得这个好啊，这个。江二娘子，沈学士，江二娘子今日看起来气色不错，因为想明白了一些事。愿闻其详。沈学士的亡妻曾经在生死一线救过我的性命。我曾经想不明白，一个自身难保的人，为什么要把我从地狱拉回来？我曾经以为是因为恨人世不公，恨狼心无常，他不甘心。如今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之大，江山之盛，百姓之众，他让我活下来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没有看够这个人间，一个浅薄又可怜的男人，怎么能成为他的牵绊呢？他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会知道的。如果没有快乐的记忆，怎能穿越悲伤的境地？两句冰冷无情的身躯，牵着手，是否能度过雪季？爱之深不见底，可否埋葬昨天的叹息？活下去
此时是我失策，臣愿受责罚。相国可千万别自责，相国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本公主布局不当，让相国受委屈了。长公主，本公主禁足的这段时间，还得多多仰仗相国。臣李仲南，定为长公主和成王殿下马首是瞻。相国，快快请起。谢长公主。我这儿有一封密函，请帮我交给太卜令，把沈学士叫来吧。沈学士，跪了一夜了，现在到你了。沈玉荣，你把我当傻子了吗？殿下身份尊贵，薛芳妃的事情报于当朝，我死不要紧。可如果家中老母幼妹攀扯殿下，使殿下轻于受损，臣万死。所以，他只能是奖励。我管他是谁，他现在必须得死。想让他死很容易，大可不用脏了殿下的手。就如同今日之事，我提醒过殿下不要插手，可殿下不信我，莽撞行事，以至于伤了殿下自己。那你说我该如何呀？枪里的仇人有很多，殿下大可借刀杀人。哼，你舍得杀了他吗？为了你，我谁都可以杀。哎呦，你说话的样子真让人心疼。可惜这段时间我疼不了你了。淑君，这圣上说要严查到底的，怎么能放过李仲南呢？为师必却，穷寇勿迫。啊？啥意思？陆基，你说，连从未受过惩罚的婉宁都被圣上罚了，这时候再要打折李仲南，恐生事端。宝剑不出鞘，出鞘必见血。打掉了李仲南手下的魏乾、张坤等人，李仲南短时间也没法再蹦跶了。怀乡一案就此打住，我猜婉宁手中还有牌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文纪，你说。我这什么？想好再说，免得又挨军棍。主君，你容我思考一番。这都要想，军棍伺候。静观其变，猪脑子。不对劲儿啊！主君问的是该怎么做，静观其变不就什么都没做吗？哎，这不公平啊！主君，你怎么瞎出题啊？将令就将。
万殿下饶命！唱的什么东西？就没有一个会唱戏的吗？成王饶命！成王饶命！像小桃红那样的，北疆找不到了，除非我们能在中原找。弟兄们，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若是连个像样的戏都看不了，你们能忍，我不能忍。成就霸业的时候就要到了。等我们入主中原，到时候大家想听什么戏就听什么戏，想要什么女人就要什么女人。成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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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长公主被关禁闭了。我那个疯妹妹，本来以为她有点本事，没想到却这么让人失望。北境的寒季已经来了，如今金矿被封，兵部发放的粮饷也一年不如一年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艰难了。只要有战功，不怕皇宫里那个弟弟不放粮。可代国最近并没有动静，没有动静就制造点动静。只要造出代国来犯的假象，我大燕必集北境之力，全力伐寇。我这就去边境，制造骚乱，预祝成王出师大捷，痛击外寇。儿啊，你一直关着自己做什么呀？这长公主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就是啊，哥，你可把我们吓死了。长公主的事情没有怪在你头上吧？当时在殿上，你就不该去忤逆长公主。你不顾及长公主就算了，你得顾及我们母女俩呀。我一个老寡妇倒无所谓，只可怜你妹妹，她还尚未婚配呢。我还指望长公主给我们沈家找门好亲事呢。滚！算了算了，娘，哥今天估计也累了，我们别烦着他了，哥心里有数的。我曾经想不明白，一个自身难保的人，为什么要把我从地狱拉回来？我曾经以为是因为恨，恨人世不公，恨狼心无常。一个浅薄又可怜的男人，怎么能成为他的牵绊呢？